我想这个数位肉身性的这个展览跟其他档展览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它是来自于我一个非常跨域的背景，然后想要从舞蹈去跟视觉艺术产生某一种的交流。那我过去就一直对相关的，特别是身体舞蹈跟所谓的一个不同的场域下面怎么样去做呈现很感兴趣。是我在拿到策展专案的第1期的时候，我有先去做驻地调查，主要是去林兹电子艺术节，但我同时也参访了威尼斯双年展跟柏林的一些舞蹈节。在这一档展览里面，我是从春之祭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前卫艺术的作品，然后作为一个切入点，然后去开展出几个不同的命题。那我们知道，从所谓西方的这个文明发展，或者所谓的从工业革命之后的 Enlightenment 到工业革命，然后之后整个艺术史其实也是跟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比如说1战之前有所谓未来主义，他们其实是歌颂速度，然后歌颂这个机械的发明。就其实看起来好像机械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种新的一个光明灿烂的线性的未来，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战争发生之后，未来主义就整个没落。就是你发现，这些技术、这些科技并没有让人的生活更好，反而是毁了文明。那在这个春之祭里面，我认为它预示了一个对于科技的一种怀疑，或者是一种想要去质疑的状态。所以，它不寻求所谓的科学，反而是去找祭仪。就是所谓的这种迷信的状态里面去找这个神来做献祭的动作。那它其实某个程度上，我觉得它是反思了一种对于科技进步的一个对于身体的、对于生命、对于死亡欲望的一种新的想象。那春之祭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开启了接下来100多年来无数的编舞家或是很多的创作者都用了春之祭的这个音乐或是这个主题，做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春之祭，就有点像在召唤大家去回应这个里面的骚动。特别是我在这个展间里面其实选了几件是台湾的春之祭的版本，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春之祭在这样不同的脉络里面，它回应的是很多不同地域里面的一些特定的社会氛围。2013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有这一位意大利的导演叫卡特鲁斯基，他就做了一个无人版的春之祭。你看到他把那个牛骨头磨成粉，所以这春之祭的音乐在热烈的演奏的时候，这个牛骨就像粉尘这样，像泥土一样洒落下来，洒落在地面上。同时，在他这个春之祭的那种快速不协调的重拍的音乐里面，这个机器它是完全自动运转的状态，好像某个程度上也呼应了我们现在思考这种无人工厂啊，在 Amazon 啊，他们的里面已经没有人了，然后或者是 delivery 其实都是用无人机去 deliver 等等，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生活在那种机械取代人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一次的展览从春之祭作为一个切入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贴切的，或者说应该是还蛮精准的一个对于去谈在这个我们进入的数位的时代里面，怎么样去思考数位身体性的这件事情。那如果从这个米金斯基的他的春之祭的这个作品来看，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说，他那样一种反芭蕾的美学，或甚至根本就是反舞蹈的一个美学里面，透过这些舞群的一种结合跟分离所带动的一种更整体性的一个情动的力量的一个渲染。那这样一种情动力量，事实上它已经指向了我们现在去思考整个这个数位的时代的这个作品里面的身体的感知的经验的这个部分。在我们展览里面的一个新作，就是我们找了孙元老师，然后请他跟我们
策展团队合作。那我那时候在威尼斯双年展，我就看到了孙元的一件作品，叫做《南字经》。这件作品非常非常的巨大，它是在一个玻璃的那个盒子里面放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库卡的手臂，它会很像就是在扫的是红色的像血一样的东西，扫得非常的暴力，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红色的血这样到处流窜。我竟然在那个扫动的那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身体在里面。在一开始写我这个展览案的 proposal 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这件作品可以有一个在地的一个不同方式的呈现？我就有点异想天开的想说，我们来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做一个作品吧。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孙元老师他是没有办法人到台湾来，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团队要根据远端的孙元老师给我们的草图，然后我们要去找材料，然后找工程师写程式，我们都要做很多的测试。也就是说整个团队都非常紧张，然后一度有想说是不是要放弃，就干脆展录像。可是我们其实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进去，然后后来还好，最后还是做出了这个志愿者不带这件作品。郑淑丽的这件作品，它其实批判意识非常强，因为他的作品其实是在谈这个病毒啊，然后 gender 啊、情欲啊，比较谈这种身体里面的那个 queer 啊的这个概念的批判性的。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我比较开心的是，我们有请了一个声音工程师，让我们做了声音的测试，因为其实音响跟整个声音的环境它会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请的这个声音工程师就是现场帮我们听，然后帮我们做修正，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音效的效果，大家给的反应都很好，就真的可以听到那个心脏 beat 的那个声音。corporeal 的字根，其实在一开始它不是只有身体的意思，它是有物质性的这个意思。所以其实我就想要从这个观点去谈人跟物，或者是其他的物质跟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会用一种比较非人类中心的这一种概念。那其中一件就是《深海之下》这一件作品。Donald Haraway 他在《Staying with Trouble》这一本书里面，他提到了克苏鲁氏这个不同的纪元这样子，然后他提到的是这种深海里面的这个大章鱼的水怪啊，然后怎么样带来一种人跟非人的物种之间的一个关系。那 Sarah 这个作品，其实我是在濑户内海艺术节看过，然后你就看到这个章鱼跟地上的水互相呼应，好像真的在水里面那种非常非常幽冥的一个幽暗，但是又很诗意的那种反射的光线。我要谈的是这种跟水生植物、海洋的关系，但是呢，我也在思考说，怎么样在地面上创造出一种类似水的质感。所以我们其实有做了一些设计，就是那个黑色的地板它是可以反光的，稍微流露出一点点那个水波的一个状态，这样。台湾的一个排湾族艺术家叫雷恩，他做的一个文化测量遗産这件作品。那在排湾族的有一个神话，就是红眼巨人的一个神话，它是红色眼睛，然后它眼睛可以射出雷射。那你如果被这个雷射光射到的话，你就会死掉。那这件作品你乍看之下，你会看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装置，那个装置你可能会觉得它看起来有点像蜘蛛，就很像是一个昆虫的感觉。雷恩就假设说，这个作品其实它是一个文化测量仪，你只要它到它那个蜘蛛脚的下面，你就可以被测量你到底有多少原住民。这里面很明确的是有在质疑所谓的分类这件事情。那这个分类背后所代表的那一种，殖民者的压迫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看似很科幻的一个作品里面，事实上它背后是有很深厚的一个批判意识的。所以这个 section 其实就展示这样子的一个跟动物或者是跟非人的身体相关，但是又可以符合对批判理论的一些回应的主题的作品。其实作为一个观众，你到美术馆里面参与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并不是完全进入一个民主的状态，因为其实你还是在美术馆的开馆的机制啊，然后或者是艺术家设定好的一个参观的方式里面，你来进行你的参展。
参观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要讲的比较是这个 interpassive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 inter， 我们还是有交互，我们有交流，但是那个交互的那个它并不是 interact， 就它并不是主动在参加，而是你其实是被某个限制之下，然后你去参加了。比如说这件作品看见你的自由步，那艺术家他其实有谈到说，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原本一开始的命题就是想要去挑战观看的那个位置。我们一般在看剧场演出的时候，可以看到的就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被允许看到的角度。所以苏慧佳他说他非常想要去挑战这个观看的角度这件事。那他认为当我们用 AR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候，我们是有可能自由的选择从哪一个面向去看舞蹈。杰画这件作品就是安纳奇的这个制作，其实在我们这个展览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也算是一个 site specific， 就是因地制宜的一件延续他过去的作品。因为其实我知道美园2楼有一个转角的一个废弃的厕所是不会拿来使用的，那我就在思考说有哪些艺术家有可能会对这个空间感兴趣。所以后来呢，就我跟杰画讨论的过程之中呢，他就决定为这个空间做一个算是延续他过去旧作，但是又做了一个新的版本。那个时候2015年做这个作品，就回应到这个作品里面的时候，我就有在想说，因为 Sigmund 表演的时候，事实上在台上，而台上在讲的就是在台上限定的那个样子。而这一次因为邀请，所以我们就在空总这个厕所里面，就在想说，那我们的生活。举凡我们人类，就算是我们数位化之后，我们需要的一些成为人的基本的一些情绪啦，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或是我的依赖，或是我的需求，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被数据化的那一些事情，在这个数位的身体的时候，感觉会是什么？那因为我们有数位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需要去想象我们这个人性到数位的时候，它还能够被保留成什么样子。那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一个监控资本主义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其实是控制我们日常生活，就我们其实一直是被所谓的监视。在这个 Share Lab 里面，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然后这些研究都非常的有趣，就是比如说像我展出的这2件，一个是在谈演算法的这个解剖，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讲脸书的演算法工厂是怎么样在进行，所以它就是用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把资料视觉化的方式，让那些我们平常根本不晓得它躲在后面的那一些数据是怎么样被计算，然后它就是用比较条理的方式，然后视觉化的把它呈现出来。最后一个章节，它其实有一点回应一开始的春之祭。我的这个 ending 的这个部分，想要谈的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人工智慧，或者是用新的技术来做一种对于未来的一种编舞的可能。所以在这个章节里面，我选了2件作品。那一件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英国的编舞家叫 William McGregor， 那他其实跟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就是有合作，所以他做了这一个Living Archive 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有一个这个演算法呢，会去学习 William McGregor 他过去25年所编舞的这些不同的身体的那个autonomy 的动作的线条，然后去把它分析出来。然后这个演算法学会了之后呢，其实他自己也可以去做编创，就变成是一个人工智慧编舞的概念。那我们现场展示的其实是一个 tool， 就是比较教育性的工具。那我有看到有人就是选好了很多不同的 choreography 之后，就按 play， 然后自己呢又再跟着这个动作再重新做一遍，然后就变成一支很漂亮的舞蹈。艺术家许家辉他做的《极暗之黑》的电动玩具演示版，他到了日本去，他想要跟已经过世的那个舞踏大师土方训沟通，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灵媒，然后呢请这个土方训的灵魂降在这个大师身上，然后把他整个过程，然后用那个 motion capture 把它截取下来，然后再用 avatar 的方式呢在舞台上演出。我们这个展览展示的这个版本呢，
是他的在下一步的计划，所以他就把这个土方训的 avatar 进入了一个未来的电玩世界，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土方训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探险的过程。艺术家有放的这个硫磺的粉末，就是可以喷在空气之中，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无感的一个参观经验，但是它其实在讲的是一个鬼魂，然后呢又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所以我想它其实是还蛮密切的扣合一开始春之祭的那一种灵啊、记忆啊、死亡啊，但是同时又有一种未来性。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艺术家如何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他们自己的一个实践的一个策略，去表达出他们对于科技时代里面身体的一个关怀。那在身体的面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古至今，其实对于肉身的关切，物质性的一个关切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到了虚拟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郑淑丽的作品，其实那个肉身已经用另外一种虚拟性的一个肉身来讨论它。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数位肉身性所要展现出来的一个脉络，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舞蹈这个录像以及当代数位科技之间的一种共构关系。它事实上是探讨说，在一个当代科技的社会当中，那么这个技术渗透到国家体制、资本社会，渗透到日常生活之后我们怎么样子重新来思考人的能动性人的一个主体性那当然，在这一个展览当中，一个特别的部分是在于说，他把它放在舞蹈史当中，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春之祭。事实上，这些作品呢，都是在呼应一个就是说技术与当代尤其是技术与人的身体之间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关系那用这种方式呢，把展览呢放进去一个有历史，特别是艺术史深度的观察观点来让我们理解说这些议题怎么样子出现在我们的当代艺术当中。从开展到结束这个过程，其实有蛮多不同领域的人来看这个展览，然后我觉得其实给我还蛮大的鼓励，因为我原本预期可能只有比较是新媒或者是舞蹈这边的人，可是会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做设计的然后或者做互动的这方面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然后过来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有趣的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你看到的东西会很不一样，就每个人喜欢的点真的会不一样。然后我就会发现，当大家的观点这么样子的多元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说，其实这个展览一开始预设的那一种跨界的跨域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有达到的。我认为这个视觉艺术的这个策展专案，它其实是非常 open-minded，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愿意去接纳不同的观点。